有人问如何才能触发黯然销魂掌最强状态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只需要16年后小龙女一句话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黯然销魂掌其实就是一门情绪技能神功，它的威力是根据使用者心情变化的，情绪越平淡，威力越一般；相反，情绪越阴谋，威力越强大。有人说，当杨过知道这世界上没有南海神尼时，这门武功已被触发到最强状态，因为这时候他以为小龙女已死，内心情绪已经低落到谷底。这时，即便张三丰来了，也要挨2巴掌。更有甚者说他达到了半步作者境界。有一说一，这时的杨过确实很强，但小编认为这还不是他的极限，因为还有一件事能令他比知道小龙女死了还难过，那就是他16年后跳下断肠崖找到小龙女，在2人嬉戏打闹一番后，杨过看着小龙女年轻的容颜，感慨说：“你的容貌一点都没有变，我却老了。”结果这时小龙女突然来一句：“其实我叫尹不悔，小龙女是我娘亲，在跳下断肠崖后不久，她就生下了我，还给我取名尹不悔。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，大叔你姓尹吗？”此时杨过愣在了原地，内心五味杂陈，他不知道怎么回答眼前这个容貌和姑姑一模一样的小女孩。后来在我10岁时，娘亲就因伤去世了，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崖底生活。她去世前告诉我，如果6年后有一个来找到你，你千万不要告诉他你姓尹。听到这，杨过内心已经绷不住了，愤怒、嫉妒各种复杂情绪交织在一起。这还没完，尹不悔接着说，记得当初娘亲说，他之所以跳下断肠崖，那是因为当时他知道自己已经有身孕，为了不伤害另外一个人，他才写下16年后再见的谎言。终于此时，杨过不再压制内心情绪，全面爆发了。他运起全身的内力，触发黯然销魂掌，其威力立刻在崖底席卷开来，顿时天空电闪雷鸣，乌云咆哮，黯然销魂掌仿佛要夷平整个山谷。这时的黯然销魂掌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，不再是半步作者境，而是全部。